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翟叔的手工皮具的系统课程。这节课其实2-3年前就想录了，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皮友来问翟叔，关于皮具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很多时候问的问题根本问不到点儿上，你说1-2句去解答它吧。这次翟叔准备录一个系统的课程，说从理论到实践到实操，到最后的举一反三，能快速的做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整个课程我预计是一共48节课啊，这里呢一共是分3个部分。现在呢我们录的是第1节课，它主要解决下述几个问题啊：手工皮具正确且高效的打开方式。因为很多时候相比钱而言，时间更重要。你看到一个工具，你想象中它是一个功能，但是等你把它买回来之后，你发现它不是那个样子，或者说很难使用啊，你的试错成本不仅仅是买这个工具所花费的金钱成本啊，还有等待快递啊、测试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一句话，说这个东西不好用啊，不要去买，原因是什么啊？是不是一句话能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损失？所以翟叔这个系统课就是来解决正确高效的打开方式啊。从新手入门到炉火纯青，这个系统性的课程呢，咱们一次性收费，受益终身。这个课程最大的卖点在哪儿啊？我会给你讲基本概念啊，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去看。我尽量讲的更口语化一些，尽量更适合小白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不是翟叔不想教，而是说，翟叔真的离开这个新手村时间太久了啊。以至于很多时候我都意识不到，所以说这次趁着我收徒的这个时间，我在教他的过程，我会把整个过程都是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课。第二呢，终身受益是怎么理解呢？每天你们遇到的工艺上的问题，随时在群里去问，针对大家问的多的问题呢，我再单独的去出视频啊。第3个就是说，为什么你做出来的包是一个状态，别人做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状态，对不对？同样花这么多时间，同样花这么多皮料，但是别人做出来的就能卖啊，或者说就能送人，或者有更大的一个实用价值。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呢？说我们对工艺的理解不太一样，包括工具。我这儿有个例子，这就是一个哥们儿花了时间，从他这个最终效果来看，是能看得出他是花时间花精力去做的这个东西的，但是做出来的整体效果就差强人意了，对不对？你说这个东西你去卖吧，你说卖10块还是20块，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卖吧，他又不知道怎么去要价格，对吧？因为你这个材料和你这个人工加起来都不止几十块了。还有就是现在关于手工皮具的视频特别多啊，你比如说你打开 B 站，然后你搜索手工皮具这4个字，按时间排序都有大量的视频啊，有教程类的，还有分享类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个才是靠谱的，因为蛮多的视频在我看来是什么？他刚学会一个技能，或者说刚学会一个新的东西，就迫不及待想来分享。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他造成的影响是蛮恶劣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新手而言，他先看到这个视频，他就会被先入为主的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但往往呢，这个方法或者说材料可能都是不对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既浪费时间，然后又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包括去找老师。因为几乎现在每个城市啊，你在美团上或者说在大众点评上去搜手工皮具体验店啊，基本上都有，但是里面的老师也好，还有包括服务内容都是参差不齐的。这个其实并不怪老师啊，有可能蛮多老师还是蛮厉害的，但是他一共就收200-300块钱啊，一共就安排3-4个小时，你说3-4个小时能做什么，对不对？他就是只能说应急的去解决一些当下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认识个女朋友，我要送她一个什么东西啊，后天我爸爸过生日，我想送她一条腰带啊，这是他的一个应用场景。但是你指望花几个小时在这个体验店去学点什么手艺，这个怎么说呢？不太现实啊。综合以上这些问题呢，那翟叔作为一个手工皮具的爱好者啊，应该是我狂热的爱好者，觉得有点义务和责任和能力来帮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说我准备花3个月来带我这最后一个徒弟啊，
把整个过程尽可能的压缩成干货，一次性的交付给大家。皮具课呢一共是48节课历史课一个是皮料历史，一个是品牌历史，还有一个心态。咱们先讲心态就是说建议大家保持一个空杯心态或许我说的和你之前了解的不是太一样，那请你以我为准，或者说你对摘书这个东西也有一定质疑的话，也欢迎你去百度，或者说去举一些具体的实例如果说确实是摘书这边有错误的信息，也欢迎大家来指正第二呢，就是说理论为什么要去学理论因为理论是指导实践高度的区别很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是种菜大学生毕业之后再去种菜，和一个农民祖辈去种菜，他种出来的菜是不一样的他不同的投入，不同的方法，他最终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所以说理论的高低就往往决定了这个人他在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先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皮，什么是革，因为太多新手的朋友对这些基本概念都毫无概念，这会造成多少问题呢？第一，你和上下游沟通的时候很不精准，浪费彼此的时间。第二呢，比如说我是卖皮料的，你一张嘴就说这个什么什么皮，我一听你是外行，我就可以忽悠你了，对不对？因为你根本不具备分辨皮革品质的能力价格的能力。比如说你遇到客人了，特别是遇到一些半懂不懂的客人，因为现在小红书的种草种的很多人都是，你说他不知道吧，他知道一点；你说知道很多吧，他又不知道。所以说你很难去赚这种人的钱，对不对？你在客人那块显得不专业，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做更好的交付了？但是他问东西呢，都是很皮毛，基本上都是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所以说，针对一些新手朋友咱们在皮革这块跟大家讲一下帮大家尽可能的去快速的筛一下。我不知道多少皮友是通过这个系列的书开始入门的，这是日本成和出的一系列的书，有很多册。以前摘书呢，大概收集了一套，后来东借一本西借一本也就不全了。这里面开篇讲的第一部分也是皮各种皮料。这个东西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头我会把这本书扫描成 PDF 当成一个学习资料分享到群里。但是文字和图片的承载信息毕竟是有限的嘛，所以摘叔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捋一下不需要知道很深，但是你起码要知道概念性的对和错皮和革它的区别是什么皮是革的原材料，革是皮的成本，就是我们刚杀死的动物剥下来那个东西叫皮很多人因为现在99.99%的客人对皮的理解还停留在是不是真皮这个程度上。皮呢经过脱灰经过揉制，经过水洗，就这3个大段最后制成的这个成品叫革无非就是天然革和人造革这2个东西的区别。天然革呢就是经过皮来揉制的，这个东西叫天然革。人造革呢就有超纤有 PVC PU， 对不对他们的应用场景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做一个沙发就卖个300块钱，你说你用皮你怎么用这里有一个视频这是前2天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视频一共10分钟如果对这块不太感兴趣的可以直接跳过
拜。